听故事学中文，一起走进中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故事学中文，我是小文，我是华哥小文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特别重要。是的，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是专门为那些学了中文但还不敢开口说的朋友们准备的。我们要帮助你们突破那道心理障碍。没错，我们会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和技巧，让你能够自信地和中国人交流。而且我还会分享我认识的几位外国朋友在中国的真实经历，他们的故事特别有启发性。这期节目结束后，你会学到克服语言焦虑的具体方法，还有最实用的开场白和应急表达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会发现开口说中文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。说起来呢，我有个美国朋友叫 Tom， 他学中文学了2年多，每天都在背单词、看中文电视剧，但就是不敢和中国人说话。这种情况太常见了。有一次我们在北京一家餐厅吃饭，服务员问他想喝什么，他就愣在那里，最后还是我帮他点儿的。其实他会说，只是不敢说出口。完全正确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说，他说怕自己说错了，怕别人听不懂，还怕中国人会笑话他。这就是典型的语言焦虑。在语言学习中，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 language anxiety。华哥，你作为中文老师，肯定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学生吧？太多了。我想告诉所有学习中文的朋友，这种焦虑是完全正常的，每个学外语的人都会经历。就连我当年在美国学英语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是的，但是我要说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，语言学习中有个规律，叫做沉默期，英文是 silent period。什么是沉默期呢？就是学习者在开始说话之前，会有一段时间只是听和吸收，不太愿意开口，这是很自然的过程。但是如果沉默期太长，反而会影响学习效果。完全正确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大家突破这个阶段。那我们先来谈谈为什么很多学习者不敢开口。华哥，你总结一下。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是怕说错，第二是怕别人听不懂，第三是担心别人的评价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比较合适。说得好，场景选择确实很重要。我先说说中国人听到外国人说中文时的真实反应吧，这个可能会让很多学习者感到意外。请讲。其实啊，99%的中国人听到外国人说中文，第一反应不是笑话你，而是觉得特别高兴，特别惊喜。这是真的。中国人对学习中文的外国朋友普遍都很友好，很愿意帮助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陪我那个朋友 Tom 去买水果，他自己开口问老板这个多少钱，虽然发音不太标准，但是那个老板特别开心。老板怎么说？老板说，哎呀，你中文说得真好，然后还多送了他几个苹果。你看，这就是中国人的真实反应。所以啊，各位学习者真的不用担心中国人会笑话你，大家只会鼓励你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说说克服语言焦虑的具体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从最简单的开始。对，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要说很复杂的句子，先从最基本的问候语开始。比如你好、谢谢、再见这些。这里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下你好这个词，你是 you 的意思，好是 good 的意思，合起来就是问对方你好吗？这个词的使用场景特别广泛。是的，见面的时候可以说，打电话也可以说，进商店也可以说。不过这里有个文化差异需要注意。什么差异？在西方，特别是美国，人们见面时会说 How are you？ 然后对方会详细回答自己的近况。但是在中国，你好更多是一种礼貌性的问候，不需要详细回答自己的情况。对方说你好，你只需要也回答你好就可以了，或者说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差异。好，我们继续说克服焦虑的方法。第2个方法是什么？第2个方法，选择合适的练习场景。
什么样的场景最适合练习呢？我建议从3类场景开始。第一类是商店和餐厅，第二类是公园和公共场所，第三类是语言交换活动。为什么选择这些场景？因为这些场景有个特点，就是对话比较简短，而且有固定的模式，不容易出错。我特别推荐大家从点餐开始练习。点餐确实是很好的练习机会。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最实用的点餐表达。首先是我要一个，英文是 I want one。这里要这个字特别重要，要的意思是 want 或者 need。在餐厅里，你可以说我要一杯水，我要一碗面。我来详细解释一下要这个字。这个字在中文里用法很多，有3个主要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想要得到某样东西，比如我要这个。第二个意思是需要做某件事，比如我要回家了，意思是 I need to go home。第三个意思是将要发生，比如要下雨了，意思是 It's going to rain。同义词有想要、需要。在餐厅点餐的时候，要和想要可以互换使用。比如说，我想要一杯咖啡和我要一杯咖啡，意思是一样的。不过，我要听起来更直接一些，我想要听起来更礼貌一些。如果想更礼貌，可以在前面加请说，请给我一杯水。很好，请就是 please 的意思。除了点餐，我还推荐一个特别好的练习场景，就是问路。问路是很实用的场景。最基本的表达是，请问某某地方怎么走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。请问是 excuse me 的意思，用来礼貌地引起别人注意。怎么走的意思是 how to get there。完整的句子就是请问地铁站怎么走？英文是 Excuse me, how can I get to the subway station？ 这里怎么这个词特别常用，意思是 how。怎么可以用在很多地方，怎么走是 how to go， 怎么说是 how to say， 怎么做是 how to do。 近义词还有如何，但是如何更正式一些，日常对话中用怎么就可以了。我们再说说第3个克服焦虑的方法。第3个方法是准备一些应急表达。什么是应急表达？就是当你听不懂或者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，可以使用的句子。这个太重要了。第一句是对不起，我的中文不太好。这句话特别有用，说了这句话，对方就会说得慢一些，简单一些。对不起就是 sorry 或者 I'm sorry， 这个词由2个字组成，对和不起。字面意思是面对不起，表示对别人的歉意和愧疚。使用场景特别广泛，做错事要说对不起，麻烦别人也可以说对不起。同义词有抱歉、不好意思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不好意思用的更多一些，比较口语化。比如在地铁上不小心踩到别人说不好意思就可以了。第2句应急表达是请说慢一点。这句话的英文是 Please speak more slowly。 慢的意思是 slow， 一点是 a little bit 的意思。合起来慢一点就是 a little slower。 你也可以说请再说一遍，英文是 Please say it again。 再这个字的意思是 again。 第3句应急表达是这个用中文怎么说？当你不知道某个东西的中文说法时，就可以用这句话。你甚至可以指着那个东西问这个是什么？中国人会很乐意告诉你答案。好，现在我想分享一个特别励志的故事。请讲。我有个德国朋友叫 Michael，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只会说你好和谢谢。然后呢？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每天必须用中文和至少3个中国人对话。这个方法好。刚开始他特别紧张，但是他坚持下来了。他每天去楼下的包子铺买早餐，和老板聊天。包子铺是个好地方，每天都能见到同样的人。老板很友好，每次都会教他1、2个新词。这就是真实语境中的学习，效果最好。3个月以后 ，Michael 已经可以和老板聊很多话题了，讨论天气，讨论新闻，甚至开玩笑。这就是坚持的力量。
现在他的中文已经非常流利了。他说，最大的突破就是克服了最初的恐惧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开口说是学习语言最重要的一步。好，我们现在说一说开场白的问题。很多学习者问我，见到中国人应该怎么开始对话？其实有几个特别实用的开场白。第一个是你好，我正在学中文。说了这句话，对方马上就明白你的情况，会更有耐心。正在的意思是现在进行时，英文是 am, is, are doing something。比如，我正在吃饭，就是 I am eating；我正在学习，就是 I am studying。第二个开场白是可以和你练习中文吗？这个特别适合在语言交换活动中使用。可以的意思是 can 或者 may， 表示请求许可。同义词有能不能、行不行。比如，我可以坐这里吗？意思是 Can I sit here？ 第三个开场白是我是外国人，有些话可能说得不好，请多包涵。包含这个词比较正式，意思是 to forgive 或者 to be understanding。其实，在日常对话中说我的中文不太好就够了，不需要太正式。对，简单自然最好。我还想说一个特别重要的技巧，就是要学会用肢体语言。这个建议很好。当你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，可以用手势，可以指东西，可以画画。沟通不只是语言，还包括很多非语言的方式。我见过很多外国朋友，虽然中文水平不高，但是因为善于用肢体语言，所以沟通得很顺畅。而且中国人看到你这么努力，会更愿意帮助你。好，现在我想谈谈一些中西方在交流中的文化差异。这个很重要。第一个差异是关于称呼。在西方，大家通常直呼其名，很随意。但是在中国，我们更注重辈分和关系。对年长的人，我们会说您，而不是你。您是幼的尊称形式，表示尊敬。对老师、长辈不太熟悉的人，都应该用您。这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礼貌表现。第二个差异是关于话题选择。在西方，年龄、收入、婚姻状况这些话题比较私密，不太会问。但是在中国，特别是中老年人，可能会问你多大了，结婚了吗，工资多少。这不是不礼貌，只是表达关心的方式不同。如果你不想回答，可以笑着说这是秘密，或者转移话题。中国人会理解的。第三个差异是关于客套话。中国人特别喜欢说客套话，这是文化传统。比如请客吃饭的时候，主人会说没什么好吃的，做得不好。但其实这不是真的说菜不好，只是谦虚的表达方式。你只要回答很好吃，谢谢就可以了。这种谦虚的文化在西方可能不太常见。是的，在西方，如果你做了好菜，你会直接说 I made a great dish。 但在中国，这样说可能会被认为太骄傲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。第一，不要害怕开口说中文，中国人对学中文的外国朋友非常友好。第二，从简单的场景开始练习，比如点餐、问路、购物。第三，准备一些应急表达，比如对不起，我的中文不太好，请说慢一点。第四，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，比如用中文和3个人对话。第五，不要追求完美，说错了没关系，重要的是敢于开口。我想特别鼓励所有的学习者，你们学中文的每一个努力，中国人都看得到，都很欣赏。语言是桥梁，通过学中文，你们不仅学到了一门语言，还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思维方式。这对个人成长有特别大的意义。中国有句古话，万事开头难，但是只要迈出第一步，后面就会越来越容易。好，在节目结束之前，我想和大家互动一下。如果你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有所收获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们你第一次说中文的经历，或者告诉我们你在学中文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。我们会认真阅读每一条评论，也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回答大家的问题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请点赞、收藏，
转发，让更多学中文的朋友看到。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听故事学中文。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实用有趣的中文学习内容。下一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是什么呢？学习中文的乐趣。我们会深入讲解汉字和词语的奥秘。你会发现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个词语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，这会让你对中文有全新的理解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感谢大家的收听。记住，学中文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敢于开口，不怕犯错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小挑战，用中文说一句话。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到。再见。再见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